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干货的东西。看我这么正襟危坐，就知道就要讲一些不一样的。平常都是嘻嘻哈哈啊，当然今天也会是嘻嘻哈哈。今天题目是怎么去定制环球旅行，因为我觉得在长久这么走过来都没有好好的说这件事情。很多人都来问，那我讲还是开一个专题去讲这个。这期视频我估计会分成2到3期吧。对，我们第一期先来讲，就是怎么去做这个环球旅行计划。我先说前情吧。我先来说前情提要，前情提要，笑死。前情提要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去做这个环球旅行，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想环球旅行。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梦想都会有去环球旅行这一个部分嘛，就是你问很多人，他们可能都会有这个回答，虽然最后能去实现的人会非常少，但是我觉得，你说去旅游谁不想呢，对吧？就是我自己是从什么时刻开始突然想着去环球旅行，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左手腕骨折了，是因为我骑电动车太快。然后超速就不小心撞在了不说，反正就是手腕粉碎性骨折，但是现在恢复得很好。那2个月呢，我就什么都动不了，就是可以动了，因为我脚没断嘛，但是就是会躺在床上时间多一点。那我尤其是开头半个月的时候就挺无聊的，我手又不能去剧烈去动它，其实就尽量保持不动。那我就在想，想一些有的没的嘛。如果我突然有一天想到我可不可以去环球旅行吧，就是随便一想，因为就大家可能小时候都有这个梦想嘛，然后我就在知乎上查，然后知乎上呢有一个大神，他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叫雨天的漏斗，这个 ID 名字，对，他有一篇叫在1年之内环球旅行最合理的路线，可能之前和现在改过名字然后他列了一张表格，里面有很多详细的，他把每个州他想去的景点或者说一些独特的地貌都单独列出来，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表格。就我在看他那个东西，然后我倒是不是觉得就是对这个表格有多吸引，而是他列举了，就细数了一下，觉得我发现好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做，就是可以去实现，所以我就开始在那几个月里面做一些小计划，但是那时候都是一个大的规划，没有说细化到什么程度，我只是觉得也许可以实现的，我就去做看。之后就到了3年半后的今天了，其实已经整整3年半，对，3年多其实应该是。我朋友前2天在我坐车的时候我从国内发了一条微信给我，他有那个保留聊天记录，就是我2021年跟他说，我说我大概3年之后会去环球旅行，结果他今天发给我说原来我3年之前说过这话，然后他发现就很惊讶，我是个超级赘人，就是竟然能精准到这种地步，就是我确实是做到了这件事情。对，虽然还没完成。相比金钱来说呢，我觉得在环球旅行中时间更重要。其实现在这个时代，每个年轻人，不用说年轻人了，就大家其实都没有很多自由可操控的时间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读书的时候，那你可能既没时间也没钱；如果你开始工作了，那你是确实没时间。And 如果你结婚生小孩了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就进入家庭以后，我觉得不是有很多可能去做这件事，而环球旅行这件事可以2个人去做，但是我偏向觉得1个人做会更好，因为就长期旅行这件事情上，计划上会有很多的变化。我现在大约有个概念是2个人旅行，如果超过10天到15天就会有一些争执，对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去，在15天以后出现争执，1个月以后有更大的问题，导致他1个月以后说，我不想走了，你1个人接着走吧。那你们之前定的计划，包括机票、酒店，包括行程还有活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他1个人的取消会完全影响你整个的大局，对。所以我偏向，如果你要做这种长期旅行的话，还是1个人会比较合适一点。当然，我说实话，现在网上有很多UP 主是情侣出行嘛，但他们你看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大部分都是
去一个地方1-2个月，然后回国休息一段时间，再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一点，甚至是就是去一个地方回国，不停的来回的这种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相对来说。对，那我其实是比较担心结婚这个事了，说实话，就是等我要是接下去，因为我现在已经30多了嘛，如果我再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，就万一去结婚了，或许当然我是丁克，不会有小孩这件事，但是你懂的。对，所以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不是不婚的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应该还是会要去结婚。那我也会希望这个行程结束以后，我可以开始稍微安定一点，这样子去静下心来做一些事儿，而不是就自从我2021年或者2022年开始真的要实施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开始变得比较怎么说呢，就心思都在这上面，就你会一直觉得有一件事儿没完成，那如果它没完成，你就不能静下来去安排人生中下面的一个阶段。对，所以这也是我必须要在比如说这1年或许这2年要去完成的事，只是中间因为涉及到疫情了嘛，就是出国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其实本来我是希望疫情中间能出去会更好。废话讲太多了，下面来讲点正经的事儿。就是我的这个行程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不是说一定有什么地方要去的，除了像冰岛、法罗群岛这种我就是个人特别喜欢的地方以外，其实我没有说什么一定要去的地方。比如说现在阿根廷的电子签，我发现它涨到了$400，上一次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上半年或许去年看的时候好像还是$200来着。那它涨到$400以后，我就觉得不要去了。我去干嘛呢？我本来只是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一眼嘛，春光乍泄那些场景啊，或许什么，我对阿根廷本来也不是很有概念。阿根廷别为我哭泣，别为我流泪，那个麦当娜演的那个。不管，然后就是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有什么地方要去了。对，那也许阿根廷下次我去乌斯怀亚和百内的时候，因为这次时间太久了，我没有办法去百内徒步。对，下次去南极的时候，顺便可以再去阿根廷就好了。综上，就是我没有什么一定要去的地方。Part 1，我们来说第一环节要准备的东西，当然是资金和时间。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你有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儿。比如说，现在我是 gap 掉了，所以我是可以去无限的时间。那如果你在上班，上班好像是不太可能。那如果你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假期，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假期呢？婚假、年假、产假，不行。想象不出来，反正假设你有一个半年的假期吧，或许1年的假期，对，那你有这个时间可以去做，或许我不用说那么长，3个月吧，你有3个月的假期，对，那你可以去做这件事儿，这是前提，你肯定要先搞定这个事儿，然后第二就是你的资金预算，你得好好算一下你现在有多少钱，这种钱是你现在已经在手里的，而不是说我未来可能会去赚到的那些钱，那些钱都是不安定因素，除非你说你在银行存了1000万，每个月拿固定利息，那我当然或许说你有房子在收房租，那就另算。对，你特别不要想着去做什么旅行 UP 主，然后去靠这个赚钱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不现实的。我个人觉得，除非你涨钞票，对，这是前提条件。或许你超能搞事情的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就普通人来说应该不会去做这件事儿。那我拍这个东西，我之前已经可能那个视频还没发出，就我拍这个其实不是为了他做什么，首先是为了记录，第二就是为了有个人可以分享，因为在长期旅途中如果没有人跟你聊天的话，其实挺麻烦的，就你会觉得超无聊，然后在几个月以后你可能就失去了分享欲和行动的动力。对，这是我拍这些视频的那个原因吧。接着你要思考你这段行程中一定要去的地方，就像我之前那个博主做的那个表格，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去做这张表格。就总有一些地方是你一定要去的，那你把它列出来，然后才能做大体的规划。那行程中
你可以选去马蜂窝、小红书、穷游，对，这几个，还有什么？我看孤独星球 maybe， 对，这几个地方，去参考它的攻略了。这是我一般会去找的地方。其实小红书挺便利的，就是而且资讯会非常快捷，而且他是个活人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你问博主下面评论或者私信他，他可能大部分概率会回你嘛。那这件事对一个及时反馈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发马蜂窝或者什么，他们可能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帖子，所以那个人都可能都没在用这个。有一些地方呢，就是你听过觉得不错，或许你在 Instagram 看过片段你觉得不错，那你会犹豫，但他那个地方挺难去的，你会犹豫要不要去。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搜一下油管，或许 B 站，我不知道的上面的视频，就总有人去过的那种 vlog， 然后你去看他们是拍出来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你再考量要不要去这件事情。但是我其实不是很推荐，因为每个人拍视频他其实会受到心情的影响嘛。那比如说天气、外界因素，一摞各种方面的影响，会造成他对这个地方的主观评价。对，他会每个视频都带有他自己的主观意志嘛，所以未必适合每个人，但你可以参考。第二部分是在地图上串线，这才是我觉得整个行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了。那我是在谷歌地图上直接标点，就我已经确定要去哪些地方，然后我可以在上面标注点以后添加，这个很重要。在谷歌地图上标点的时候，它可以分类，我觉得你最好把餐厅、车站、住宿、景点这些各种各样的都分类分开，这样不会让你的地图特别密密麻麻。因为我现在谷歌地图就是上面全是点，特别的密集恐惧症，对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行程到底要怎么走。在这里我推荐一个 app， 它是国外的 app， 它叫 Wanderlog， 对，这个就是用来记行程的一个，它里面它和谷歌应该是有连接的，然后你输了一个地名，它会直接在谷歌，不是在谷歌地图，它自带的那个地图里会跳出来，然后还有图片相关的介绍，还是蛮全面的。是一个内付费的 app， 但是你可以免费使用。它的好处就是，如果你做了一个长的列表，你可以直接在它里面导出那个行程概览，就是可以打印那个东西做 PDF，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。不过就是开头我用谷歌先串线，然后我细化到里面去输了，就把每一天时间都排好，就要去哪些地方的时候，到现在其实我已经放弃了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觉得挺麻烦的，还不如就直接 Excel 拉了一个交通的表格，就我把每天的交通安排啊，就每个阶段的交通安排都写在里面，其实你就知道。因为我后面其实景点已经不做那个，我现在都很自由，就没有说一定要去什么景点，或许我其实也没有说想去什么景点应该说，所以就没有安排这个事儿。接着第三部分，我们来说交通和住宿，这个应该也是蛮关键的一环。就大家应该出去旅游，优先都会先想到这两件事儿。我个人觉得，在长期旅行中，就我上面说的所有和我下面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对长期旅行，不对短途旅行。短途旅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很方便，你都可以不做任何景点。然后长期旅行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交通是大于住宿的。我的这个点在于，就除非你能找到那种，比如说你想住一个很好的酒店，5星、6星啊，没有7星的，对的酒店它打折，狂打折。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去住这个酒店以外，我个人推荐你先订机票，再订酒店，先订大交通，再订酒店。你把交通卡死了以后，在这个区间里面你再去调整这个事情。我其实是属于有那种心血来潮，或许说是有灵感迸发的那种日子。就平常我是很懒的，就不会去管那个交通。我大概平均在1个半月前会去定这件事情，就1个半月，或许1个月左右之前的某一天，我有一天会突然灵感迸发，然后一天把下个月所有的东西都定好。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烧脑的，你要同时查3、4个部分，就开7、8个网页在那边看，
就相对比较，倒不是说价格，就是说时间点啊，还有不同的站啊，还有不同的住宿位置啊，就很麻烦嘛。还有，反正选择有很多了。其实，如果你不能定下这个事儿的话，就如果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下个月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段阶段会到哪里，我觉得你可以倒推那个时间节点。像我的话，我其实是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。第一个，其实都是跟外部有关系的。比如说一猴来，从哥本哈根过来，这是一个节点，就我可以知道那个时间点我必须在那个地方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去倒推一下，那我之前那个部分要在哪里？对，比如说下个时间点，西班牙，比如说我约了朋友，对我也会一定要到那边，明年到南美洲的时候，一猴又要过来，我一定要在那个地方，对，因为你可以去倒推这个事，这样的话前面可以推一部分，后面可以推一部分。然后中间那部分你可以选择先空着，或许说慢慢的你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做，随着时间推进。接下去我来说说我是怎么订交通的吧。大交通机票我是在天巡上查价格，你也可以在谷歌的比价平台上查价格，因为天巡现在是被携程收购了嘛，虽然它我觉得还算是客观公平，但是它主推的会有一些同程、携程这两个它自家的平台为优先级，然后后面才会是那个，所以你也可以去谷歌去查，反正都是一样。我在天巡查了价格，然后我会去官网订，一般来说我会官网订，但是那种，就是尤其是你用的很多的那些航司，比如说北欧航空，比如说有一些便宜的像什么捷星，对这种航空你可能经常会用到的话，那你就去下它的 app。对，我开头是都有下 app， 或者都去官网订。那后来我有点懒，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携程订也可以，比较方便支付啊，各种方面都，你也不用填信息，因为你原来就有。那或许说去第三方的 app 平台上去购买也可以，像比如说 Kiwi 这种官网，它有时候经常会出来一个很夸张的价格，就超便宜，你都怀疑这个价格比别的便宜2/3可以。你都会怀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真的还假的，但它确实是可以。当地的交通 app 就是小公交的话，那还是需要下他们当地的 app。基本来说，除了那些可以直接拍卡的城市，但我现在碰到大概有一半是直接可以拍卡，那我就不会去买 app 下 app。有一半是需要下 app 才能买票，或者说你要去机子上买票。去买票的地方呢，他可能还要去把票子打票对打卡那种感觉，其实有点麻烦，我觉得。你就有下那么多 app， 你每个还要注册，还要加信用。我觉得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虽然我很坠但是我到现在我其实真的还挺累的，就我已经不想再做这些事儿。就是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，你可以提早把这些 app 全下完，全注册好。当然国内可能会有一些限制的，出来的时候你再把卡和什么添加上去就可以了。青旅和 Airbnb 酒店该怎么选？这个可能一部分还是跟预算和你的性格有关系吧。住青旅对我来说，首先它会节省预算是肯定的，第二就是你可以交到不少好朋友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但是你要考量你自己的睡眠习惯什么的，因为青旅，像我可能住的那些青旅是4人间，已经会有点影响到我的睡眠。我其实不是很好的睡眠，那我去做这件事还是因为以上的2个目的嘛，那大家可以自行判断。但是青旅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还是会比较市中心的位置，这个是真的挺方便的。你 Airbnb 我们好几次碰到 Airbnb 找不到那个定位，因为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GPS 是错的，好几家然后3更半夜在那边找位置这件事儿很头疼，非常烦。酒店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了，那缺点就是可能首先好的位置它就会很贵啊，或者说什么，那不好的位置它就会很远啊之类的。别的其实没什么问题。安全性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欧洲像北欧这种本来就算安全的，我也不比较。就可能你说危险一些地方的话，我觉得青旅可能安全性大于酒店，大于民宿吧。民宿可能是我觉得最不稳定的一个点吧。虽然你可能
觉得好像 Airbnb 还挺那个的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是这样。酒店的话也是有可能被尾随，或者反正大家都看过那些新闻嘛，反正女生朋友一定要自己小心了。那青旅相对来说反而变成了一个最安全，因为大家4个人，你有柜子锁着，然后大家互相还能照看前面走廊上，因为它是一个多人进出的部分，它都会有摄像头什么的，其实还蛮安全的。我现在都是如果去青旅，我都把我的大旅行包直接摊在外面，就也没有人来动，完全没有。我常用的订酒店 App 还会是就是 Booking、Airbnb、携程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几率会用这个。青旅的话是 Hostel， 但是我很多时候会在 Hostel 里面看了那个你喜欢哪一家，把这个名字复制到 Booking 里面去付款，因为 Booking 的付款会更方便，你想改时间的时候也会更方便，交流起来也会挺方便的。虽然 Hostel 这个部分还挺它这个界面做得很好，但是如果它很多是需要线下付款，它只是有一个预定金在上面，你会可能算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少钱在里边，或者什么，时间长了你肯定会忘记。对，然后线下它突然让你交笔钱，你会不知道，这到底是不是我要交的？对，当然 Booking 也会可能有这种。那好的酒店，我觉得你直接去它的官网或去 App 上订就好，像万豪集团的，包括文化东方啊这些，你就直接当然你可以看看携程和飞猪，可能会有比较划算的那个选择吧。接着我来说我是怎么订酒店的。首先我是看这个位置和我车站近不近，我买了大交通，或许买了小交通以后，因为在欧洲大部分都是靠火车和巴士通行，那我会把每个巴士站或者火车站标好在我的谷歌地图里面。接着我就看这个酒店是否离这些地方接近，因为我背大包，我真的是不想下车以后还要去坐一个巴士或者地铁，再走路去酒店。我尽量想就是近一点，可能10分钟、15分钟就能到酒店的一个过程吧。那我会先看位置，然后我会看这个酒店的设施图片，那大家都会看好，就大概看一下。其实基本60%、70%你也能看出来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，然后它的卫生情况怎么样，然后它的环境空间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状态。对，然后接着我点进去看它的设施，这个部分其实还蛮重要的，不管在 Booking 订酒店还是在订青旅来说都挺重要的。你会看见它Airbnb 也是，就我对长途旅行来说洗衣服很麻烦，就是你会看它有没有洗衣机，有没有吹风机，提不提供毛巾啊，这些点是比较重要的。我在下一部分的青旅部分我再重申这个事情好了。那最后一部分我会看评价，像 Booking， 因为中国人其实出去还蛮多的，就是你还是能在里面找到很多中国的评论，那他们会比较相对更客观一点。因为我看很多老外评论，他有点因为可能老外文化差异吧，他们的理念跟我们有点不太相同，我经常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连这个点都要吐槽，或者说这在说什么东西。但中国人的会去就是亚洲人的评论，大家还会相对比较可参考一下。如果他有很多不好的评论，会去说什么特别吵啊什么的，那我觉得就可以考量一下这事。带多少现金，带多少信用卡后的我去拿东西。我来看一看我大概是带出了1000多的美金和500-600的欧元吧，在埃及和土耳其换过一些当地还有阿曼，还有迪拉姆，对，那些我还是会有一些换算，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去换当地的币种，好像剩下的也没有什么币种，像匈牙利马林这些我就没有换过，都是直接刷卡，刷卡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我现在觉得你可以少带一些现金，但是要带的，对，大概200-300够了吧。我现在用下来，因为我真的很少用到现金，200-300应该是够的。And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。信用卡的话，我看怎么样可以折一下。
这前面没有，这2张是那个工行的全币种卡，我在出去前2-3个月才刚刚办的这个东西，好像额度也不算特别高吧，但还可以。对，这2张我是摩羯座嘛，它就没有摩羯，其实正面还挺好看的。它有一张是银联单标和一张 Visa 单标，都是可拍卡，这个很重要。可拍卡的话就是任天这里的这个符号，一般在国外它 Visa 是可以直接拍的嘛，就是你直接触碰它就可以，就不需要插卡。现在已经不插卡，基本没有什么太多机子是能让你插卡，所以像国内这种说到这种双币种的卡呢，它就会双币种的卡它就是不是双币呸，双支付方式的卡它其实是用不了，基本是用不了的，它不能拍卡，就所以你一定需要一张单标的 Visa 卡，单标的 Visa 卡。这张卡是我一般会支付的卡，但是就是招行的白金卡吧，就是线上支付我会用这张，但是线下我就没有拿出来用过。接着我看看还有什么，还有汇丰银行的东航联名信用卡，也是2张单标的，因为我怕那个可能有时候卡住，是有卡住的情况，招行就很少，但是会有，就我会用银联卡去做，会用那个汇丰卡来做。我是一张 Master 和一张银联单标，也是一样的。最后一张是我最常用的，其实是这张 Visa 的单标卡，招行。它是这张白金卡，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缺陷是出去以后现在已经不能拍卡，但他现在又没有改这个卡的状态，所以他就会配一张这个Visa 单标来给我使用。那这张卡是我平常用的最多的，到现在基本没有碰到过刷不出来，只有一个地方还是1-2个地方碰到就刷不出来我就付现了，或许换张卡。对。那其实我现在总共带了6张卡，但我工行的卡根本没有用，汇丰的卡我基本也没有用，所以总的来说我其实只在用这一张 Visa 卡，招行的那张，这不是做广告，因为我确实自己在用这个。吃饭部分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说，如果你想特别省钱，你就可以去超市买一些熟食或许半成品吧。如果你住的地方有微波炉可以加热的话，或许直接买一些菜去，像青旅它是有厨房，那么 Airbnb 也会有厨房，基本就你可以去做饭试试看，会比较省。那如果是时间长的话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办法吧。我经常看到有中国人，就是住青旅的时候，我看到中国人在做菜嘛，做番茄炒蛋，其实还蛮香的，我还挺想吃。那最稳定的肯定是汉堡王和麦当劳了，就这2个就是价格，首先它能很稳定，第二就是口味也会很稳定，你可以在这边吃主食。吃沙拉还有饮料，就是如果是个 set 的话，它都会有。对，其实你至少碰到麦当劳你就饿不死。汉堡王也是同理。KFC 没有那2家那么多了，但是就比较少，我只有会想吃炸鸡的时候才会去。对，剩下的餐厅啊或者什么就见仁见智吧，没有多少意想就可以干多少事。好，第8部分是衣服，这个是我最要讲的一个部分，因为我的行李所有的都是跟我的就是衣服啊或者其他的体积有关系。那行李的话，应该说是行李吧，对，那它的体积和重量才是2者同时兼顾，会影响你整个行程，而不是单单的说重量我一定要轻就好了。我已经把所有能轻量化的东西都轻了，但是我其实依然蛮累的。我这次背的衣服其实很少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穿来穿去外套就这么几件嘛，虽然我又一直在洗啊。对，内衣是带了就短袖我带了挺多的。因为我是按着我的衣服的量来排这个行程的。对，这就是其实它都是契合起来的。那我是觉得我在夏天，就国内夏天的时候，我先往冷的地方去，就是北欧那边，那我就不用穿特别厚的羽绒服，就还可以的状态就可以走。
然后我会一路往下盘旋，就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我越往南边走。等到国内冬天的时候，我刚好反转，可能到了南半球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好。所以我就带了现在只有那么几件衣服吧，但我觉得够用。我可能也会定期补充，不会定期补充。这我在说什么？就是我是一个断舍离的人，我不会愿意去为了就穿几次的衣服去买一些什么东西。就我买的衣服品质最好还是选好一些，但是选好一些你就不可能半路把它扔掉嘛，你就会一直把它背下去嘛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我只有在纽约可能我会去补一些夏天的衣服以外，别的我好像中间没有买过衣服。OK， 这就是这一期我要讲的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，它可能不会是那么有逻辑条理性啊，因为我的大脑好像还蛮乱的。但是下一期我会讲注意事项，就是细节的注意事项，这个可能会是更重要的部分。好，欢迎大家支持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一键3连。累了。每天都这么瘫着该有多好！再来根烟。对了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就是这一条和下一条2条视频的第一个评论的朋友，除了我自己，如果我自己评论了的话，我会写一张明信片，但我不知道是哪里，就是我会问地址，然后寄出来，应该会在欧洲，会去纽约吧。如果有的话。